阳光开朗口一击，阳光开朗口一击，棱角被岁月冲刷，徒留了几道伤疤。如果给2023年的3月选一个代表词，那一定就是孔乙己的长衫。官方和民间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大量讨论。年轻人自嘲找不着工作的自己像是穿上了长衫的孔乙己，官媒则使用大量摆摊致富的现实例子，鼓励年轻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从历史进程来看，同一时期的美国也出现了大量孔乙己，但他们很快脱下了长衫，迅速的从垮掉的一代退化成反主流反建制的嬉皮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从美国历史中吸取历史经验，分析美国社会当时存在的问题，防止我们自己出现新时代的嬉皮士。在重新定义嬉皮士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明白嬉皮士为什么会出现。嬉皮士兴起的60、70年代，正好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罗斯福以来的高速增长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的既定方针再也不能给疲软的经济产生任何正向影响。那只看得见的手成了窃国大盗的第3只手，沦为了明目张胆的税金小偷。美国的工商业在2战后的报复性消费中一次性爆发，随后就进入了闲者时间。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下，裁员节流竟一直成为潮流。在国际贸易层面，美国的产业竞争力也在下降。第2次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弯道超车，被日本用更廉价的山寨货弯道超车。向上产业升级的步伐也被老欧洲的战后复兴挤占了市场。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美国的贸易地位不在。当年布林顿森林里的豪言壮语，在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和黄金外流面前成了恶意核定本。在东北部的工业不断衰落的同时，美国的大学招生却在不断扩招。大量2战复员老兵在国会与政府的慷慨资助下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产业的发展。相比较战争时期一切为了战争而大量发展理工科，战后的美国文科招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除开华盛顿的官僚们，联邦政府的办事员并没有明显的机构扩张，自然也没有什么岗位扩招。为数不多的就业岗位还是自愿发配去非洲和南美，在一众人均民主手下玩大逃杀，推广现代化美国方案，或者工科博士修建水电站。和90年代的日本一样，70年代的美国已经颓势尽显，曾经的辉煌已经是过去式，但年轻人仍沉浸在父辈的梦中不愿醒来。从父母的乡村大别野出来，却发现再也买不起自己嫌弃的故乡。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并没有因经济硬着陆产生半点影响，徘徊在钢筋水泥之间，年轻人迷茫在了就业冰河期。曼哈顿河畔1973年建成的世贸大厦双子塔，对于美国年轻人而言，仿佛孟姜女的万里长城，用亿万万美国人民血汗堆积起来的伟大工程。60、70年代的美国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勃勃上台后的苏联四面出击，搭上油价上涨的时代列车，在冷战战场上一转攻势，把美国压在身下胖走。此时的美国也分身乏术，深陷半个地球以外的越南战争。这场由肯尼迪错误发动，被约翰逊和尼克松恶意利用并扩大化的地缘政治争端，成功拖垮了美国社会，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国内的年轻人一方面需要担心被军队拉壮丁，去热带雨林里追逐会说话的树，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无力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感到沮丧。没有人明白美国为什么会在帮助不靠谱盟友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堂吉诃德的风车上。当然，对于当时的美国年轻人而言，越南战争带来的意识形态冲突可以说不值一提。后方的滔天巨浪已经突破了人们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和平日久，曾经的美国梦正在迅速褪色。回想20年前，美国犹如天降神兵般在全球各地解放被轴心国占领的地区，从遥远的太平洋小岛到北非沙漠里驰骋的谢尔曼，美国赶跑了专制独裁，带来的是自由民主。但美国年轻人渐渐发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至少是和宣传的差距。什么是美国梦？说白了就是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甜，只要你愿意吃苦，就能勤劳致富。但这些真的实现了吗？并没有。如果勤劳能致富，那世界首富应该是头驴。美国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努力非但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反而老板拿着自己创造的剩余利润，宣扬什么抓住时代机遇、勤劳致富的成功学。其实这个转变也很好解释，美国早就从开疆拓土的战争时期来到了经营国家的和平时期，曾经那些为了胜利而案发的空头支票早已成为历史文件。无论是否承认，美国梦已经在事实上崩塌了。拜金主义和功利思想甚至不愿意隐藏自己的黑暗面，在公共语境炫耀着皇帝的新装。但美国年轻人有什么办法呢？这些都是碰都不能碰的话题，一切美国梦都以实物为准。你要是不服气，可以再造一艘无油哈号，移民新兴大陆，太平洋、大西洋没加盖。在经典著作《光荣与梦想》里描写了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即发生在50年代的沉默的一代。死寂笼罩在校园上空，校园中没有愤愤不平的年轻人，只有一小撮极右分子吵嚷声，只有少数垮掉的一代才会提出抗议，而他们像同龄人那样对理想主义和政棍退避三舍。
很显然，这种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与不敢关心，完美继承了父母那辈人的价值观影响。当然，在任何时期的任何一代学生中，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只有少数善于表达的人具有代表性。但像沉默的一代这样难以找出领袖，甚至难以推出共同价值观是非常少见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沉默的一代也在沉默中背离着美国传统。他们一边赞扬着传统道德模范，一边在学校也保持着令人惊奇的低学术要求。学生的享乐主义与反智主义表明他们已经脱离了父辈的清教徒传统。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想法，他们只是急于表达。大萧条的历史记忆、新政的公权力扩张、二战的历史经验，他们很清楚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代价。现实就像一团臭袜子堵住了他们的嘴。当 FBI 公然到学校进行安全检查，学校领导又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时，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保持沉默，反倒是一件怪事了。50年代初期，垮掉的一代浮出水面。作为美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亚文化，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垮掉的一代最早是由作家杰克·科古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的。在英语中，形容词 beat 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杰克·凯古亚克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和音乐中节拍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词语含义的再赋予，代表着孔乙己脱下了长衫。疲惫不堪的美国年轻人决定放下自己身上的包袱，什么美国梦，什么结婚生子，什么功成名就，神马都是浮云。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要解放自己。但他们真的解放自己了吗？60年代的美国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10年，美国年轻人坚信自己的言论自由权，随意表达他们觉得合适的东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们竟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大学学校领导正在把校园变成一个集中营，把校园变成了培养白领技术工人的技术学校。对于老一辈人而言，这毫无疑问是离经叛道的，和那些嬉皮士是一种东西。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美国总是对青年保持一种与众不同的、几乎无缩式的看法，因而他们自然会用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无论问题是个人的还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但问题在于，现在青年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还是一个主要问题。进入大学校园的美国大学生通常来自于中产阶级自由派家庭，他们的父母在麦卡锡时代饱受摧残，这些孩子决心不再忍受威胁和压迫。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手段可谓高明，他们的游行往往是做给媒体看的，他们深谙如何靠娱乐性博得版面和关注，因为他们也知道单靠自己无法推动任何事情。他们原本指望美国人会抛弃国会山野的保守派，结果出局的却是主张改革的自由派，而这又是为什么呢？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当时的美国社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福利远远落后于时代。正星条旗把持着国会山和白宫，兄终弟及，阴谋诡计，老奸巨猾。尽管从属于不同的党派，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仿佛只要掩盖掉问题，问题就会自己解决。在年轻人躺平之前，美国的领导者自己就先躺平了。如果国会山里边的人自己都不相信美国梦，又怎么能指望其他人相信呢？这场黎明前夜的最后狂欢更像一种发泄。美国年轻人通过自嘲和自毁的方式抗议着华盛顿的官僚系统，所以这场运动像烟花一样短暂是种必然，必然辉煌，也必然失败。当尼克松用卑鄙的手段取得了连任，激荡起伏的60年代早已结束，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了。介绍完嬉皮士出现的历史背景，我们就要定义到底什么是嬉皮士了。在不少国内平台上出现了把神圣与嬉皮士相类比的论调，在我看来，这是既没有物质基础也不讲国际的，相当于把躺平摆烂与平成废宅相提并论。狭义上或者说原教旨的神圣，在我看来是一帮反社会、反人类分子，其丧心病狂的程度与某些新左派不相上下。广义上的神圣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有凝聚力，连反主流都算不上。与之类似的是垮掉的一代，更像是一种来自观点对立面的负面评价。但嬉皮士正是脱胎于垮掉的一代，也就是说垮掉的一代的涵盖范围远大于嬉皮士。嬉皮士是垮掉的一代中的极端派，他们吸毒，他们滥交，他们离群索居，他们犯罪率高。反主流反戒指才是嬉皮士的核心思想。对于泛化的神圣而言，你未免有点太极端了。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像虎妞那样有钱有势，有个当局长的爷爷撑腰，所以孔乙己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为我们指出2条道路，一条是实现平衡的充分的发展，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时代发展的红利，另一条道路就是降低人们对未来的期待，换句话说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让插槽自适应数据线的形状。美国的例子已经向我们说明这2种路线的选择在结果上的不同。孔乙己脱下长衫并不必然导向拉车的祥子，即便是在过脱祥子的原著小说中，祥子在经历了一系列现实的打击后，也成为了垮掉的一代。
嬉皮士运动最终是在8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中彻底丧失了其存在的物质基础。青年时代的疯狂最终并没有影响后来的中年社畜为美国梦添砖加瓦。所以只要经济社会发展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铁轨上的岔路口并不能扭转列车的前进方向。以史为鉴，我相信我们一定能默认美国的石头过河，有效的防止嬉皮士现象在这片土地上重演。只要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不断奋斗，一定能减少社会发展中的曲折，让更多的孔乙己有穿着长衫喝酒讲回字4种写法的权利，而不是像范进一样偶然上岸就喜听宛平南路600号居住权。这既不符合这个社会运转的本源逻辑，也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孔乙己，站好，为你的罪行接受惩罚。如果喜欢本期视频，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如果不喜欢，请私信我提意见。你可以在 B 站、微博、微信、YouTube 搜索关注影人谈。下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真的就是东北篇了，文案已经写完了，让大家在这个温暖的春日回顾一下去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最后的最后，这是影人谈，我们下期再见。